在周三晚举行的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上，以视频方式出席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呼吁各国团结合作，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做出应有贡献。然而，在王毅发言之后，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以人权为由，就涉疆、涉港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王毅当场要求第二次发言予以严厉驳斥。王毅表示，当前疫情形势更加复杂，经济复苏进程仍不平衡，全球和区域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东亚峰会成员汇聚全球疫苗主要生产国、亚太重要经济体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坚力量应团结合作，积极作为，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方面做出应有贡献。王毅指出，多边主义体现时代进步，是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正确之道。中方支持东盟发表倡导多边主义的声明，愿同各方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应警惕各种伪多边主义，尤其要抵制假借多边主义在本地区挑动集团对抗。王毅强调，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被架空。现有的成熟区域合作机制不能再另起炉灶。个别国家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本地区国家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毅围绕东亚合作发言之后，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在发言中以人权为由，就涉疆、涉港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王毅当场要求第二次发言。他说：“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这些陈词滥调本不值一驳。东盟各国也都没有附和你们，但出于对等原则，中方当然有权利予以驳斥。新疆、香港事务都是中国内政，你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造谣抹黑，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对于这种恶劣行径，你们来一次，我们就坚决批驳一次。”美国像日本这几个国家，他是想利用这种国际场合将这个问题炒热，然后来抹黑中国的形象，然后同时呢也离间中国跟相关国家的关系。正如王毅国委所说的，就是东盟国家均没有附和美日的这种攻击，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第二呢，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不是懵懂的小孩，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不需要美日来说教。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以及选举制度的改革，恢复了香港的稳定，完善了香港的法治，确保了香港居民以及所有在港各国人士的正当合法权益，使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70%的香港民众对当前局势感到满意。你们现在竟然还要表达所谓关切，关切什么呢？是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吗？是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事实上，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频繁就涉港问题对中方发起无端攻击，还多次扬言与香港人站在一起，对中方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的正确措施大发谬论，纠集一些西方势力对中方发起舆论围攻，甚至对中方官员进行所谓制裁。对此，新华社周三发表万字长文，梳理美方就涉港问题对中方进行的13次抹黑过程，来揭露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各种阴险招式和险恶用心。另外，对于美国等国在发言中误称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王毅反问：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翻番，人均寿命倍增，居民收入年年增长，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何来种族灭绝？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多次用事实和数据驳斥各种谎言。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包括维吾尔族兄弟，纷纷站出来，用亲身经历反击各种虚假信息。美国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们的良知何在？信誉何在？你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偏执，是典型的西方式傲慢和无礼。
今年3月，总部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曾炮制了一份所谓新疆棉花产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报告。环球时报周二披露，这份所谓的报告竟然是 BCI 总部于去年初花8万美金邀请一家叫做美国维泰的非政府组织所做调查得出。然而，负责调查工作的美国维泰在华分支维泰中国相关项目组成员事后承认，他们从未开展实地调查核实，所有资料都是通过网络收集获得。当做出的调查反映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时， BCI 总部作为甲方就会提出修改意见，要求调查报告必须引用反华组织精心制造的谎言，并通过有罪推定方式形成非法证据，拼凑成所谓调查结论。美西方需要这样一份假报告来对中国进行抹黑，对中国进行攻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道义上、舆论上先将中国打倒，然后呢，进而呢借这个新疆问题对中国进行外交围堵，然后经济制裁，甚至其他方面的这种各方面的打压。美国国会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涉疆法案，抹黑中国。美国会参议院近日通过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无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大规模拘捕、高科技监控等侵犯人权行为，意图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所谓制裁。对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中揭露，美方此举是其以疆制华、以恐遏华的升级动作。美国将正常的防范打击犯罪活动措施污蔑为侵犯人权，其真实意图是为东突暴恐分裂势力张目，企图在新疆煽动分裂和动乱。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昨晚在第11届东亚外长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现场临时要求第2次发言，严厉驳斥美日代表在涉疆、涉港问题上的无理攻击，直言永远不会有港独再上街的一天。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确实是多边会议场合非常罕见、火花四射的一幕。那么这呢，也是中美在关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议程上激烈交锋的延续。那之前的交锋呢，它主要是在双边场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过，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呢更不吃这一套。那在多边场合呢，中方同样不吃这一套。王毅昨晚说的再明白不过。你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造谣抹黑，对这种恶劣行径，你们来一次，我们就坚决批驳一次。从细节来看，王毅呢是当场要求第2次发言，而年初呢在安克雷奇面对美方工作人员所谓媒体退场令，杨洁篪呢也特别为在场的中国记者来争取报道权，见证传播中美对话开场唇枪舌剑的名场面。我认为这些呢都是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他们奋发有为、拼外交的具体的行动展现。此前呢，王毅在天津会见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已经阐明了中方就中美关系设定的3条底线，涉及中国道路与政治制度、中国发展以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等。那么在我看来呢，这3条底线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往来。美日代表就涉疆、涉港问题粗暴发难，而且呢是在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场合，无疑呢是在挑战中国的外交底线，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回击。所以呢，王毅昨晚的话说得非常硬气，也非常解气。他再度揭露了种族灭绝指控的荒谬与偏执，他也立言反呛，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吗？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王毅这些很接地气的个性化的表述，相信会让与会的各方印象深刻，让关注会议的媒体舆论印象深刻，也会呢再度强化外界对大国外交底线的认知判断。王毅此前在外长会第1次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警惕伪多边主义，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被架空。那么您对此又如何解读呢？践行真正多边外交主义，这呢是王毅近来在外访或者是发表政策演说时反复声说的一个主题。那么上月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主旨演说，那王毅就指出，纵观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冲突和治理困境，追根究底还是在于多边主义的理念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准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那么真正多边主义它的反面，当然就是王毅昨晚呼吁警惕的伪多边主义。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今天把这一提法的音译叫 pseudo multilateralism 做进了标题。我也希望这样一个提法能够在英文世界成为一个热词，能够引起智库学界的更多的关注与解析。伪它之所以伪，当然是它也做了包装，各种巧立名目。比如呢，伪多边主义它也喊规则，也讲秩序，但是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顶大帽，它根本就撑不住，因为呢，它是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是基于所谓的小集团的利益。举个例子，王毅上月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主旨演说中啊，就点名炮轰印太战略，他话呢批得很重。王毅指责，那么印太战略挑动集团对抗，就是要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是冷战思维的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被扫进垃圾堆。在昨天的讲话中，王毅呢也剖析预警了伪多边主义一旦在区内肆虐，对东盟的威胁与挑战，集团对抗被挑动，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被架空。在我看来，中美在东亚外长会上激烈交锋，也正是见证被挑动与被架空这两大威胁的具体的场景。众所周知，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一系列的多边会议机制，它是在既有的东盟机制平台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10+N。不变的是东盟10国，N 呢倒是可以不断延伸扩大的。那么这恰恰是真正多边主义在东盟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它的发展生命力的体现。那么一旦为多边主义绑架乃至主导议程，那么东盟国家它所面对的就是被架空，就是边缘化，乃至呢面对集团对抗的选边站。而避免陷入到选边站的困境，实际上呢，也正是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共同的心声。新加坡总理前天呢，在视频云出席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呢，他也对此重申，希望美国能够清楚区分竞争和冲突。那么，如果中美爆发冲突，对全球都是一场灾难。